哇！刚刚踩到完了咯。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了啊！昨天呢，我试驾了一个 MPV 上山，隔一天之后，我又在试驾 MPV 了啊！所以在我身后面这一辆是一个 Proto Exora 2019年的，也就是说有 Turbo 的啦啊！首先呢，这个视频呢是非常感谢车主 Kevin， 你这辆车是买新车到现在是吗？是，就有改装什么东西吗？加了 Auto 0发的，就这样子，然后原装引擎没有 remap， 没有什么，没有。OK， 那我很好奇这辆 Proto Exora 的这个动力是怎么样？因为什么？我看到哇 ，YouTube 外面0到100有8秒1哦，很快哦。应该没有那么快了，我试才10秒。Exora 这一代呢，就换上了这个 CFE 引擎之后，动力提升了很多。因为之前大家第一次出 Exora 的时候1.6那个 CPS 啊，好像没有什么动力这样哦。对。又加上这个 4AT， 哎呦，好像不能去。换上了这个 CFE 引擎加 VT3 的话呢，那个动力就真的是不错了哦，感觉到。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到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我不说，我们去看车 ，Let's go。MPV 哦，这个缘分不是每一个影片都有啊。这个样貌的 Exora 呢，在这个市面上已经超过10多年了的哈。我觉得 Exora 是时候要改款了哈，还是一样没有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安全配备的是还好不了。讲真的，如果你现在很多那种新车了，但是呢，无可否认这辆车以它的价钱、它的这个体积来讲呢，是在国产车里面呢是最便宜的。我们广东话一句话叫“抵劲急抵食”啊，又买到这么大空间，谁不要？我只是要来载货，可能载一下家庭这样子，便宜就好。我觉得值得一赞啊！真的 Exora 后面有刹车卡钳，还有刹车碟，我觉得刹车应该还算不错吧，好过 Drum Brake。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高度为大概1个拳头，用这轮胎是 Hankook Ventus Prime 的轮胎，尺寸为205 55R 16寸，前面有个 Single Port， 但是这个大的 Single Port 呢不会比我昨天试驾 Estima 来的更大，它会小一点点，但是标准的尺寸啊。后面的高度大概也是1个拳头的高度，后面有刹车卡钳，还有刹车碟，然后也是一样的205 55R 16寸。有一个非常值得一赞，这辆车的价钱呢不贵嘛，我没有错的话是大概7万多块。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plastic。整个包完的哦。如果你去看 CDGN2， 当初卖个7到8万左右，最高配也好，它后面都是雪空的，有没有 ？Albino 尾灯，开启后面的方式，由于这辆车是没有无钥匙进入啊，它是有一个拉杆一拉，然后就把后面打开了。空间真的是很大啊，车主就把后面的椅子收起来了，载货哈。等一下我们就当做一个载货司机上云顶吧，试一下它的性能。装上 Full Body Kit 之后，这辆车的外貌还相当不错一下的。底盘的设置方面，前面是一个麦花臣，后面是一个 Torsion Beam。哇，我还以为这么大辆车是用 Multi Link 哦，结果不是。它这操控怎么样呢？我们等下试驾就知道了哈。这辆车很新，它的内饰啊，这些皮革啊都很漂亮，它非常方便的，就是只要我拉一拉，这个椅子就会收起来，我就很容易进入后面。后座空间我记得哈，它椅垫不会算很短，但是还是一样啦，很致命的问题就是那个脚就可能放不平了，因为它的这个坐姿比较低一点，真的是坐长途成人的话还不是那么的舒服。椅垫呢是很软的哦，真的超软的哎，不错。然后腰部支撑还不错哦，还有一个手扶左右对称。这辆车有那个手扶在这里，但是车主加了一个皮革的，有软的材质在这边，你的手会更加舒服啦。后座有冷气出风口在这里哦，连最后一排的也是有哦，还有手把，后面也是有哦。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用这一个锁门的。那前面的座椅软的，很少看见车可以做的这么软。插钥匙。这仪表哦，很像 Proton Saga 的那一个，是用的同款吧哈，传统手刹。2000多年推出 Exora 的时候呢，印象让我深刻就是它是 zigzag 的这种排档方式，好像 Toyota 当年非常喜欢用的。手动的冷气，主机是有这个 Touchscreen Unit， 不知道有没有 High Proton， 没有 High Proton。那我们打开这个引擎盖，这个窗呢只有在下是自动的哈，上是没有办法，上还是你要用手拉。小缺点，这个款式当年推出是无可否认是好看的啦，只是说这么多年我们已经看腻了啦，要换款了啦 ，Exora 啊，是不是？应该都不出了喽，Proton 好像都
只推出那种大型 SUV。这辆车的引擎是一具1.6公升的4缸涡轮增压引擎啊，我们叫做 CFE 引擎啦。其实这副引擎是跟 Previa 啊1.6 Turbo 是一样的，它拥有这138匹马力，还有205的牛顿米。之前一推出的 Exora 是1.6公升自然吸气嘛，据是125匹马力，这个138匹，那个150牛顿米，这个205牛顿米，所以有涡轮增压的话呢，它把那个 torque 啊扭力提高，所以这辆车也开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嘛。以前叫 CPS， 然后这个据说是没有 CPS 的，但是有在 Intake 有做 VVT。这辆车的涡轮增压指数大概0.75左右，配上这个 CVT 5段变速箱，这个叫Punch CVT 的 VT3， 但是它没有的像 Previa 这样可以用换挡拨片啊、加减啊，没有的，所以它的 Turbo 很小力而已啦 ，Soft Turbo 我们叫做，没有再改装其他了的。我们去试驾吧。OK，Let's go！ 哇，今天有一辆非常猛的最速的思域哈，给我们放一点水啊，老大哈。OK， 首先第一上手啊，这辆车是你驾惯Proton的朋友们啊，你都会了解到什么叫Punch CVT， 因为它这个 CVT 呢是有一个clutch base 啊，就是有离合器的一个 CVT 咯，它不像我们驾 Honda 还是Toyota那种 CVT， 你一上手就当做普通 AT 踩而已，都没有什么迟钝啊什么的啊。这样子你必须要习惯一点，就是好像美诺车，你要等它慢慢的把那个离合松开，有没有？但是它一把离合松开之后呢，很顺的这个 CVT， 你只需要维持大概2000转左右呢，你都感觉到动力是不错的。其实 CVT 在 Punch 来讲，它不需要很高转，你大概维持这一个4000多转左右啊，其实它的力啊是相当不错的。我是说 NA 啊，当然这个 Turbo 更不用讲咯。哦，你看顺顺这样子驾也是相当舒服的。那这个车 CVT 呢，当然是原装是有一个 CVT cooler 的，但是很小个啦，所以它躲在里面那边。我觉得很多后期啊，车主会改装下去一个比较大的 CVT cooler， 让它比较冷却一点啊。当然这个 CVT Punch CVT 呢，很多人都在 complain 啊，都在投诉它的那个迟钝啊，在起步那方面的迟钝。但是我觉得在这个 Exora 来讲，它的 tuning 越新了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你看，我觉得比我之前驾的那个第一代 Iris 啊，哇，那个第一代 Iris 真的是很难去操控我觉得好像他是第一次新手上去驾美诺的那种感觉啊，就可以讲是很慢啊，它的那个 engagement， 它的 clutch 啊要结合的。那来到这里我觉得很轻松，好像一个普通 AT 的几乎已经相似了的。那Kevin，你买这辆车到来啦哈，你愿不愿意分享一下，其实 Exora 有没有问题啊，还是什么这样嘛？有啊，那个牙箱坑过一次了。哦，你坑过一次牙箱，什么问题？你那个牙箱？它的那个 balance 响了。OK。然后呢，它的那个里面还有一些事情呢，我没有详细的问了，但是很幸运的过了我的第一，他们也一直帮我 appeal 了，就近1个月多才成功了，才给我 claim 那些东西，整个过程大概用了2个星期多了，也算很快嘞。整个过程大概是2个月多。哦，2个月多。2个月多，还不错哦，至少给你 claim 哦。我朋友的 Persona 那时候不给哦，那现在4年了。你的车只有3年 warranty 啦，买 Proton 的又爱又恨啦。我喜欢它的这个驾驶的感受啊，真的是无可否认比 P2 啊 Pro2 来的好。只是说有时候啊，些小问题啊，像可能那个 Power Window 啊，在这个时代还是有人遇到的，你知道吗？新车啊，Power Window， 这个可能是他们的那些小小的问题。对。这个你可能在 Pro 的话找不到这个问题的啊。但是如果你讲好驾来讲哦，我觉得这辆车蛮 OK 的。这辆车跑这个 Hydraulic Power Steering System， 如果你讲真正的握起来那种感觉啊，其实驾起来很像 Proton Saga， 真的。那回馈感跟 Proton Saga 可以讲是一模一样的，也是偏轻的啊。在我们这个高速行驶的时候，比如可能要抓得重一点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讲我驾起来的舒适的程度呢，也是算不错，因为我觉得这辆车的重量蛮重的，大概1400多公斤，我上1500了啦，已经几乎要1500了。然后给一个这个重量下压力下去，加上它的这个悬吊的这个设置不会过于太软，所以我觉得支撑性还是算不错的。你要记得我昨天是加一个 Estima 来哦，但是 Estima 有换过避震器那个另类说法，我们现在是拿原装来讲，我觉得这辆车还算舒服的啦。当然它会比较有路感啊，如果你的原装 Estima 是很浮太软了，它悬吊这个会有一点稍微的偏硬啊。隔音在它的引擎的噪音传进来的话，我可以觉得它的这个噪音控制的非常的好，基本上我没有什么听到，因为你知道Proton的车
它的引擎的噪音是比较大的，尤其是 CVT 的车的话更是。我先烧一个 corner 试一下，这个已经算一个 corner 了吧？我也是在大概100 km/h 在刹车。你觉得它刹车 OK 吗？对你来讲 ，OK 是不是？哎呦，想回昨天 SD 慢你都觉得恐怖，刹不住啊，真的。我刚刚试看重踩这样的力度啦，踩很重了，它好像不怎么爱停下来，有一点危险的感觉。那这辆车你是打95还是97啊95。那你觉得这辆车打满是大概多少公升啊？这样子？我最多打过53，它的 catalog 是写55啦。OK。但是平均都是打40到50之间的。哦，那你可以行驶大概多少公里呢？市区跑如果慢慢顺加380、400可以的。哦。但是如果你讲很中脚，不到300。不过你 clean 了这个压箱之后，有发现到有力一点还是什么吗？没有力一点。没有力一点啊，还是比较旧的比较有力啊？不是，因为我有调过它的那个 clutch adaptive。哦。说过后我不敢再调了。不过就是那个原因导致到的啊。不知道那个动力怎么样哈，因为我之前看的那个0到100大秒多那个是不是？它是仪表还没有换成这样的，那时候很像 Lotus 的。记得吗？那就很。哦，我觉得它的那个仪表很好看。我不是说这个不好看，这个 OK 啦。但是如果你拿来比较的话，我会觉得那个比较有 Lotus 的味道。这辆车没有 SAT 模式了啊？这辆没有。哦。它2019年过后一出了这个 Facelift 版就没有了。哦，他把 SAT 拿掉。SAT 的模式我觉得很有乐趣一下的哦，就是它会模拟 AT 的感觉，它做的很棒哎，我觉得很有乐趣。就你起步啊，然后一直换挡这样。为什么要拿掉呢 ？OK， 踩完，哇！刚刚踩到完了哦。OK， 哎，不错哦，我跟你讲，OK， 150过这个弯已经很不错了哦。160极限。哎，不错不错。然后它的那个方向盘是有点轻啦。这是低哈，对，没有错。OK， 我先说一下那个动力0到100的时候哦，很明显感觉到那个 clutch 哦，你要等它结合，然后它会比较慢一点。而等到结合之后哦，那个转速上的话呢，上的是相当的快的，直接跟你飙上一个4000转哦，慢慢再拉这样子，它比 SD 来的更加有冲劲哦。我昨天加 SD 操控哦，我可以跟你讲，我很喜欢它的一点。我走高速的时候，是不是它车不会左右晃动哎，它的调教很棒，它是直这样子去而已，它的感觉给我是叫什么呢？叫sedan的感觉嘞。你看我这样子过弯，是不是它不会因为悬挂太软的关系呢，就给我那个车叫震一下，相当满意哦。方向盘是我比较觉得不是很满意的地方啦，很轻哦。Hydraulic 就是这样的哦。如果它给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的话，好像 Persona Iris 那种，我觉得 OK 一点。但是它的 Persona Iris 那些的调教也是比较轻，但是在高速上面都没有像这样啦。然后它转向幅度也是很大哦，这样子。毕竟我觉得如果是在 Sedan 的话，它的调教不会这样嘞。但是反而在 MPV 的话，它会这样，它的隔音啊，它的底盘啊，还有它的那个操控啊，我觉得真的是 next level。所以我说，这辆车可以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带劲及抵食的东西，又空间又大，动力又不错，加上它的空间也是相当的棒，很高哦，坐在后面的时候哦，看啊，我这样子再深踩一点点。我维持在一个3000转左右，你看它的提速，它的德步这边写0.68，0.8最多，最多0.8是，才到0.8它就下来0.6、0.7，它是看你的油门。对，有时候你跑到140，你没有什么踩油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开了，那个时候就最省油了。哦，不错啊，我这样子轻轻踩油门哦，把它维持在一个3000多转那个不朽的时候哦。你会发现它的扭力是在的，只是你感觉不到它的马力大，
所以可能它在高速上面的时候，它的 top speed 不会去得太快，还是这辆车极限去，你踩得最准啊，那个极限是多少210，它的那个 RPM 哦，很 OK 的，它比较低一点的，维持着大概2500转左右啦。我的时速是110，是一个比Persona 跟 Iris 来的更低的一个转速哦，真的。你看那些大概120都已经3000多了哦，那个车我没有记错的话啦。那这样子的保养费那些啊，你去一次土库啊，大概花费换一次黑油要大概多少钱？这辆车我买的时候有10次，就头100千啊哈，就是到100千了，11次是不需要给 labor fees 的11次 ，OK，到100千了最后一次，平均是在200多到600之间。OK，但是110千的时候就要1000块左右了。大概是一个major 的 service 了，又要换 timing belt 了。没有换的话呢，有什么后果呢？就是我刚刚朋友有一个遇到的问题啦 ，Satra GTI，timing belt 一断，因为你的这个 engine 的这个运作是 valve 会开关嘛，然后它就 timing 走掉了，所以等到 valve 还在开着的时候呢，它 piston 一上，它敲到那个 valve 嘛，它就断了4支 valve 了。断了4支 valve 就是一次过要 overhaul 的，你要把那个引擎拆下来，去搞了的。德波车呢的这个 compression 啊，这个压缩比的都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吸气车来的更低的。这辆车没有记错的话是8比9比1的，蛮低的哈。因为我们这个日系车普通的话大概是10或者11啊这样子。Mazda 是最高的，因为 Mazda 的在自然吸气里面呢14比1哦，最高的一个。那高压缩比的坏处就是车的引擎会比较热一点啊，所以你散热要做的比较好一点。那好处就是压缩比越高。就是它的动力越好，缺点就是某个情况之下你还要打9气哦，有些车啦，建议打9气。我觉得它操控真心来讲啊，真的是不错。是。当然你会觉得它屁股很重，因为这辆车的这个设计啊，它后面是四四方方的，所以难免的话它都会比较重。但是我都觉得它的这个侧倾的话还相当不错，可能加了这个。Anti-roll bar 在后面啊，有帮助到。6支哦，这辆车。哇，你装了6支啊！这个我们叫 Stage 级啊 ，Stage 2，叫 Stage 2。这样如果 Stage 3的话是怎样算呢？没有 Stage。哦，没有啊。你说只是到 Stage 2。哦，我试一下它的 L mode 啊，它大概也是一样，跟 Persona Iris 一样，它会提升一个1000转左右，然后你这样子踩。哦，相当不错哟。动力真的，这个是 MPV 吗？为什么跟我昨天驾的 Estima 不一样啊？那个是有 manual mode 而已啦，但是动力我跟你讲，这个提速真的一级棒啊！有turbo就是有turbo哈。OK， 很快的我来到这个云顶山脚啦，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要干啥啦，就是要把这辆车给开上云顶了。当然你可以讲啊，哎呀，爱的人，这个 MPV 哦，上云顶不是这样子来给你跑的，我们是来载家庭上山的。是，我们是在家庭上山，但是你也要知道这辆车能不能上去吗？这个动力大概是怎样吗？有可能你买这辆车是真的是为了载一家人大小，我们上云顶可能去玩呢，是不是？能不能上得到？可以的，跟你讲，这辆车乃是一个turbo就是turbo。哦，这辆车有 cruise control 哦。有 ，premium 有啊。如果开的话，哦，那个 meter 会有个灯。有个灯。那非常感谢小斌，下个影片再见啦。按一次不按这灯。哦，要按啊。还有 auto lock 是哦。这辆20 km 就 auto lock。好了，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拜拜。